今天厨师长的朋友到我们店里来玩，中午的时候，他这个朋友去前台点了份12块钱的咖喱牛肉炒饭，因为是自己的朋友吃，所以厨师长决定亲自上阵来制作这份炒饭。只见他准备的辅料有青椒、红椒和洋葱，主料就是大米饭。开始改刀，厨师长先是沿着辣椒的侧面一划，到辣椒顶端的时候一拧一转，一个完整的辣椒蒂就去除干净了。然后他又把辣椒切成了丝，最后切成了丁，洋葱同样也是切成了丁。这个时候我也是多嘴就问了一句，说为什么炒个炒饭还要放洋葱？厨师长说，亏你还干了这么多年的厨师，这一点道理都不懂。洋葱经过爆炒后，其内的香味就会挥发出来，特别是和咖喱混合后，会产生一种特别浓郁的香气。说实话，这种说法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，不知道你们以前听说过吗？只见厨师长把切好的青椒、红椒、洋葱丁放在一起抓拌了几下。他说这个料头切的比较多，炒个炒饭肯定用不完，剩下的料头可以做椒盐料头用。然后他又拿了一片卤好的牛肉放在案板上，这一片牛肉就是我们店里炒一份咖喱牛肉炒饭的标准用量。但是此时此刻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，他又拿了好几片牛肉放在案板上，然后他把牛肉也切成了小碎粒。紧接着他又向配菜盘中打入了2个鸡蛋，他把切好的牛肉粒也放进了配菜盘中。只见他一阵翻江倒海下罢了，鸡蛋就打散了。这个时候有眼色的大和小弟也是第一时间帮厨师长打开了灶火。只见厨师长开大火把锅烧干后，他又向锅中加入了很多油，再用锅让油浸润锅面进行一个简单的滑锅。锅里的油噼里啪啦一阵乱扑腾，有油花崩到厨师长手上了。我看到厨师长疼得一咧嘴也没说啥，估计是要在大河的小弟面前保持尊严和威望。滑好锅后，他又向锅中加入了凉油，然后他又挖了一点出来。他说做炒饭一定要少油，少油才会干香，否则口感会比较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我一愣神的功夫，厨师长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，把蛋液和牛肉粒倒在了锅中。他一边倒一边搅，然后他又一边抖锅一边转勺。虽然很多时候厨师长都不炒菜，但是通过这个动作可以看出，厨师长的掌勺技术还是很熟练的。就在此时此刻，厨师长又迅速地往后拉动锅，往前推动勺，间或夹杂着一阵噼里啪啦的乱扒拉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蛋液和牛肉粒就完全炒散开了，而且神奇的是，每一个牛肉粒上竟然都沾染上了鸡蛋碎。这时他似乎怕他那个朋友就点了一份炒饭不够吃，一勺又一勺。转眼间，厨师长又挖了3勺大米饭放在了锅中。因为这个米饭被蒸饭师傅蒸得比较软，所以厨师长砸了半天，很多米饭还是相互粘连在一起。只见厨师长此时把炉内火调大，利用快速的翻动和捶打，以及大火力的加持，米饭内部的水分很快就被蒸发流失了，米粒也渐渐的完全分散开了。此时的厨师长又把勺子立了起来，继续寻找那些相互粘连的米饭，猛捶猛打，直至锅里的米饭都完全分散开后，厨师长把切好的料头放了进去。这个时候他把火关小，开始调味。只见他向锅中加入了盐半汤匙，味精1丢丢，咖喱粉半汤匙。又是一阵快速的翻锅后，他又向锅中加入了半汤匙咖喱粉，然后又炒了10秒钟左右，炒饭就炒好了。虽然白米饭蒸的有点黏，但是厨师长还是把米饭完全炒散开了，而且锅底是一点也没沾。不知道厨师长做的这份咖喱牛肉炒饭，要是让您打分，您会给多少分呢？厨师长把炒饭炒好后，服务员就给端上去了。到中午忙完的时候，老板拿着装炒饭的空盘子就进来了，问这个炒饭是谁炒的。厨师长说是我炒的，怎么了？老板说炒饭都像你这样炒，我能亏死，我店也不要开了，这个要扣你500块钱当个警告，下次如果还这样，就不是500块钱的事了。而且以后谁要是炒饭敢这样炒，就立马收拾东西给我走人。看到这里，你感觉老板为啥发这么大火呢？还是说老板真的有点小题大做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出你的看法。